大家好，今天来检查一下我的废油回收罐，它所拦截到的油量，然后顺便跟各位聊一下，因为最近有几个朋友在问说废油回收罐该怎么装，然后我是觉得应该会想到要装这种东西的朋友，应该是知道它基本的用途。其实我一开始的影片我就讲到，我可能不太会介绍怎么装、怎么拆，因为其实以引擎来讲哈，不管汽车、机车，它都是大同小异。你只要抓住几个重点，像我现在开的是这台车，但是我影片里面拍过的很多东西，基本上可以套用到任何车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引擎都是大同小异啊，只是可能差别在一些细节的东西。然后就像废油回收罐这种东西，它不分车种，当然电动车就没办法装，因为它没有引擎。然后再就是可能每台车它的 PCV 阀位置，跟像甚至可能有些欧洲车，它自己本身就有自带它的废油回收系统，所以可能这方面上你要稍微动一下脑筋，看你是要废除原厂的废油回收系统，还是就是做改良都可以。那我先拆一下，等下再跟各位聊。好，拆下来了。基本上黑色还好，油量不多，因为我的车说实话很少开。我自从上次清完，我上次清过一次，清完到现在大概开了10几次吧，可能100多公里有。然后我没有很高速的跑，大概都是70、80这样跑。可以看得出来油量不多，油就一点点，然后看起来没有水分，都是很纯粹的，都是油。稍等一下，我把油倒掉，然后跟各位聊一下细节。像以废油回收罐来说，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是买市售的，像我的有看过一篇朋友应该知道，这是我自己找零件回来改的。我是找类似大型机械他们的那个油水分离器，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废油回收罐它就是类似油水分离器的这种原理。那最近有个网友问我说，他的油，他所收集到的废油量突然变多，然后问我是什么原因。基本上机油蒸汽它产生的原因最主要就是高温，因为气缸爆炸的时候串气，它那个爆炸出来的串气非常烫，然后它串气的多寡会跟你的车况，然后活塞环的状态会有影响。我们今天就是直接讨论废油回收罐。那像我刚刚讲的，机油蒸汽的产生就是温度嘛。那我也是回复那位朋友，就是说可能机油劣化，你机油可能快到准备换油的时间了，或者说你的机油太稀，因为机油劣化也会变稀。然后再就是可能最近有激烈超价，因为你转速高嘛，你转速高的话，你的曲轴其实曲轴在运转的时候，它会有形成一个坡溅效应，所以它会把油泼起来，然后去润滑曲轴那一带很多零件就对了。然后它泼起来的时候，如果高温气体下来，那些很小的那个机油滴，它可能就是会气化掉，那就形成机油蒸汽，然后就往上跑。所以我是回复说，它激烈超价也会造成这个状况。
然后再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引擎有点状况，活塞环啊，或者说引擎它的温度升高，然后最后我回答他就是可能怠速上，你可能常塞车，因为我们车如果停止的话，比如说塞车停个红灯，没有撞风，因为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水箱会一直撞风嘛，所以你的温度可能会保持在一个蛮不错的状态下。但是当你处于塞车状态的时候，第一车没有在动，它没有撞风，你温度可能就会一直偏高。可能各位朋友有机会可以注意看看，就是你在塞车的时候，你去注意你的水箱风扇会一直在转停停，转停停，几率很高。那就是因为你的水箱、你的冷却水的温度都一直在偏高。可能都在90几度啊。一般车辆它的水箱风扇开启的温度大概就是90几度，所以，我是这样回复那位朋友。其实装机油废油回收罐，你也可以观察它的油量，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几个可能性。你如果机油刚保养完，然后也没有激烈超价，也很少碰到塞车的状态下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引擎有什么问题存在，才会导致机油量增加。其实我是觉得装废油回收罐，它的好处蛮多的啦。但是重点我还是必须强调就是说，如果有看我之前我介绍我装这一颗我装的废油回收罐，我注重的东西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到，我很强调它的燃油效率。燃油效率不好的话，你跑回去进气歧管的机油量还是很多的话，等一下哦。像我之前是不是有提到，那个我装这支滤油网，我只把它绕成管状，然后我说我怕放得太下面，碰到平底的话，它会有它那个油会往上爬，有没有看到？对焦，它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就是油往上爬的迹象。好，如果你的废油回收罐它的燃油效率不是很好的话，你机油蒸汽出来，然后它燃油效率没有很好，拦截的拦，然后它再跑回去的油气量还是高的话，你还是一样会造成进气气门那边的，很容易造成那积碳跟节气门里面的脏污。所以我一直有在强调，就是可能不管你们装的是什么样的废油回收罐，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燃油效率，然后再加上就是管子的密闭性一定要做好，因为很多可能住在比较寒冷地区的朋友，像国外很多网友都有反映说，他们的废油回收罐里面会有水，因为我装这么久，我是没有碰过有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车子开的比较少，所以说有水的感觉，我是觉得，你说引擎都是封闭好的话，引擎里面进水器也不可能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国外 YouTuber 的影片，他们的含水量很恐怖可能油就1/3，但是水可能达到2/3，那个含水量就不是很正常啊。其实你们要装废油回收罐之前，我建议这一颗 PCV 阀跟它的这块橡胶，它有一个橡胶 PCV 阀跟它的那个橡胶可能要稍微做个清洁，如果还很新的话就做个清洁，检查橡胶有没有硬化。如果状况不是很好，可能就直接把它更换掉。因为你 PCV 阀如果通气量不好，或者说堵住的话，当然如果你是堵在全开，但是堵在全开几率很少，我碰过都是塞住，都是不通气。那你装这个也是没有效果。然后
在我之前讲过 PCV 阀的作用的时候，那篇我有讲到 PCV 阀如果堵住的话，你会导致整个引擎本体里面的正压过高，正压过高会导致活塞下降的时候，爆炸的时候，活塞下降，它有一个阻力在。当然，这个我没有专业仪器下去量，我没办法形容说正压会达到多少。好像我的清完了，然后我是还有一个 O-ring， 就是做漆，因为我这个装置它本身设计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必须清洁一下 O-ring， 检查一下 O-ring 的状况有没有硬化啊，或者说龟裂等等。因为基本上你不管是管子或者 PCV 阀，或者这边或者废油回收管，如果你只要它的密闭性没有做好，它就会漏气。废油气它主要是靠气管的吸力，气管的吸力去吸，把它吸出来。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吸力的话，引擎会有正压产生。如果这个正常的话，引擎会有正压，因为爆炸的时候它一直那个活塞会有窜气出来，所以它会有些微的正压出现，但是那正压很低。在这个 PCV 阀正常的状况下，然后你正压很低，你要让它冲出来，它的那个效率会很差，会很慢。所以废油器最主要主要是要靠进气气管的吸力，它把它吸出来。然后一般来说，多数的车辆就气门室盖，它都会有2个出口。你仔细看哦。像我是双凸，对不对？这边一个凸轮轴，这边一个凸轮轴。多数的车辆，它的 PCV 阀都是装置在凸轮轴的侧面，懂我讲的意思吗？然后在气缸顶的话，就是气门室盖下面那一块，它多半它的油气往上跑的管道也都在这一带。如果你把气门室盖打开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的下面是有一个盖子。因为这边在吸气的话，如果你凸轮轴在打，你会直接把机油打上来，然后直接就吸走，那个机油消耗量会变得太大，所以在这一颗的下面会有个护板，但是护板它只是防止机油直接泼溅到它上面被它吸出来。然后你看另外一个出口，它是在凸轮轴的上方后面，基本上是后面上方，因为凸轮轴大概是到这边而已。我没记错的话，凸轮轴大概到这边而已，它只到这边。然后，我记得是到这边，然后前面是到这边，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cam pulley。基本上这个管道，你在节气门没有开启的时候，它的气，它也是靠进气气管在吸。它的是进气，但是当你由节气门打开的时候，它如果开到一个程度，它会变成它也是在排气，因为这边打开以后，这边的吸气就会减弱，这边减弱的时候，然后因为速度上来，转速又起来，因为你节气门打开了嘛，一定是速度比较快。不好意思，刚刚喵那边在广播有点吵，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这边这个管子，当节气门没有开启的时候，这支管子它是呈现吸气，然后它的吸力来源是进气气管。但是当你节气门开启的时候，速度起来，转速上来以后，这支管子就会开始变粗气。但是这支管子因为它设计的关系，这支管子能够吸到的油，如果引擎正常的状况下，这支管子能够吸到的油量非常少，所以节气门你如果拆开节气门从这边看的话，这边会有点脏污。然后我是知道有些朋友会这边就这一支管子这边就废掉，这边装个香菇头，就变成说它都是在吸气。用意是能够让引擎能够吸到更多空气，但是然后避免怠速马达一些这边的零件脏污堵塞。
这是各有利弊啦。我忘记我不知道在哪一篇我跟各位聊到引擎内部的正压负压都不能太高，因为我在那篇里面有谈到说，如果引擎的负压就是它一直在吸气，负压太强的话，可能你的因为活塞环它不是完全密闭，如果你负压太强的话，变成你的喷油嘴一喷油，它就会被吸下去，所以可能会导致机油的稀释或者机油过量，就像以前 Honda 它那个机油会增生。刚刚讲到香菇头，这个是各有利弊的问题啦，所以这个看个人选择。如果以燃烧效率的话，装香菇头是有好处，因为增加吸气，但是它吸过去也是带着油气。然后如果我是觉得这支管子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我这支管子硬化要换。然后像刚刚讲的，节气门开启以后，它这支管子呈现出气，就是被从这边吸气，因为这边节气门开启以后，这边会减弱，吸力减弱，然后就变成这边会帮助吸气，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节气门前面也会脏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节气门在脏是因为后面这边影响比较大，因为这边的吸到油的几率会比较高，吸到油气的几率比较高，这边很少。引擎状况正常的前提之下，这边吸到的油气会比较少。好了，大致上废油回收罐跟它的气门室盖上的2个出口的工作原理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安装废油回收罐的选择，就是因为以车型不同，可能你们自己要先去寻找你的 PCV 阀出口在哪里，然后进气歧管的管口在哪里。好了，今天这个清废油回收罐的废油跟一些管路的介绍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